大家好，我是宇哥，宇哥出品必是精品。今天开始，宇哥为大家介绍一部紧张、刺激又暖心的美剧《紧急呼救911》。话说艾比是个大龄单身女，她心中最为紧急的事情只有2件，一是照顾患有晚期老年痴呆症的母亲，二是自己高度紧张的工作。艾比是一名911呼救中心的接线员，每天所面对的都是车祸、火灾、心脏病发、入室盗窃诸如此类的紧急事件。这一天，他接到一位母亲的来电，女人的儿子在跳水时意外磕到头，停止了呼吸。艾比迅速对来电进行了卫星定位，并在救援队到达前细心指导对方为孩子做心脏复苏。F4救援小队很快赶到了现场，他们一边询问伤者病情，一边实施抢救。女人随即挂断了电话，艾比悬着的心被迫放下了。实际上，多数人都会选择在救援队赶到后边挂断电话，因此艾比通常都无法知晓事件的结局。在救援队的紧急救助下，男孩苏醒了。其实有时不知结果反而是好事，比如队长竭尽全力对一个企图跳楼的女人进行劝说，然而最终女人还是跳了下去。这个结局令艾比万分沮丧，队长更是失落无比。每当这时，队长都会带上自己的小本子到教堂忏悔，这是他排解压力的唯一方式。而小帅喜欢用泡妞发泄郁闷。F4救援队中另外2名成员是亚裔大男孩老齐和唯一的女性小亨。小帅因工作时间泡妞迟到，被队长一通批评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，这是第1次，再有2次你就得出局了。训完小帅，大家刚要吃饭，救援任务又来了，队员们只得放下餐具奔赴事故现场。一名小伙向911报警，他听到家中的厕所墙体内有婴儿啼哭，怀疑有人将婴儿冲进了马桶。别的组员都以为小伙嗑嗨了，这时队长确实听到了哭声，他用听诊器贴着墙壁确认后，用手敲击墙面，避开管道，画下了凿洞的位置。老齐认为这事儿有点扯，队长却认真地说，有可能是个早产儿，孩子的骨头可以像海绵那样压缩变形，我们必须敲开看看。随即吩咐队员找来了电锯。一袭黑衣的女警闻讯后赶到公寓，吩咐警员们从小伙所住的5层楼开始挨户敲门搜查。小亨突然想到，若楼上有人冲马桶，很可能会淹死婴儿，于是立即上楼，边跑边喊，都不准冲厕所。一对妇女的举止很奇怪，他们看见女警立即锁上了门。救援队凿开墙体，截断水管，发现了卡在里面的小婴儿。队长经验丰富，在水管中滴入润滑油，用除颤仪将婴儿安全取出，并为宝宝做了心肺复苏，救活了婴儿。3个大男人开心不已。小帅怕等电梯耽误时间，自告奋勇将婴儿搂在怀中跑下楼送医抢救。与此同时，女警循着走廊中的血迹找到一处外露的管道，她顿时明白了，敲开可疑妇女家的房门，找到了躺在床上虚弱流血的女孩。小帅飞奔下楼，将小宝宝带上救护车，刚想关门，却被女警拦了下来。他要将小婴儿的年轻妈妈也塞进救护车。小帅不想救这个狠心的妈妈，与女警僵持之时，队长赶来将女孩抱进了救护车。小帅负气般对女警说，如果婴儿死了，责任在你。救护车一路疾驰，途中小婴儿脉搏微弱，女孩内疚地问，对不起，他会死吗？队长拉过女孩的手，小婴儿马上与妈妈的手握在了一起。相信此刻他一定觉得之前的作为太傻了。看着医生们将女孩与婴儿推进医院，小帅也想跟进去，却被队长叫住，我们已尽职地完成了任务，接下来就交给医生吧。这时女警对小帅说，你没资格决定谁的生死，这么做只会害死别人，你若继续这样，我保证你下一次搞砸会丢了饭碗。其实女警最近心情糟透了，与她相守14年的老公不顾她的劝阻，向2个孩子出柜，承认了自己是同性恋。这事她也是最近才知道。转天，一个妹子向911求救，我被蛇扼住脖子，呼吸困难。F4救援队赶到时，不禁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。一条粗壮的黄色花纹蛇死死缠住了妹子的脖子，队长戴上手套，试图徒手将蛇取下，但根本拽不动。小亨想给蛇注射药物将它弄晕，但人命不等人，眼看妹子就要窒息了，小帅当机立断，一斧子砍下蛇头，妹子得救了。队长发现小帅的消防车没在车库内，他通过 GPS 定位找到了消防车，顺着云梯爬上楼顶，发现小帅居然与蛇妹搞在了一起。队长终于发飙了，你被开除了，记过2天后你又犯了同样的违规行为，我们与女性一起共事，你到处发情就是不尊重她们。
小帅辩解道：“我可能有性瘾。”队长更生气了：“既然你选择这行，就得想办法把一切都抛在脑后，错过几秒钟就会死人。你不尊重工作，我只能开除你。”小帅哀求队长再给自己一次机会，队长没有同意。小帅想求小亨帮自己求情，但突然来了紧急任务，伙伴们迅速登上消防车离开了，只剩下小帅孤单的身影。艾比接到小女孩莉莉的报警，有2个盗贼闯进了她家，莉莉吓得连忙躲到了楼上。她刚搬到此处，无法提供自己的具体住址，且她的手机没有定位系统。在艾比的引导下，呼叫中心确定了莉莉家的大概位置。艾比试图联系莉莉的妈妈，莉莉妈却将手机留在了家中。艾比想让女警打开警笛，从电话中判断她与莉莉家的距离。女警告诉她，不能让小偷知道警察来了。最近这一带发生了多起入室抢劫，还有1起凶杀案。女警让小亨派辆消防车过来支援，但小亨还在执行任务，他只好拜托小帅前去支援。看到来者是小帅，女警提醒他，这次别逞英雄。莉莉想逃走，不料正好撞上小偷，吓得尖叫着逃开了。小帅看到标志物粉色童车后，确定了这就是莉莉家。他拦下刚从私家车中走出来的女人。艾比在话筒中听到莉莉被小偷抓住，急中生智对小偷说：“我是911接线员，警方已向这里派出了警员，但只要你放了孩子，我愿意放你一马，并帮你逃走。”小偷被说动了，但2人刚出门就碰到了持枪的女警。小偷知道被骗，恼羞成怒，返回屋中劫持了莉莉。走出房子的一瞬，莉莉用牙狠狠咬了小偷的手，挣脱着跑掉。小偷骑上摩托朝女警开枪，小帅眼疾手快，开启高压水枪放水，巨大的水流将小偷冲倒在地。女警赞许地朝他点点头，随后逮捕了小偷。艾比向小帅询问情况，得知莉莉平安后，忙向小帅道谢。小帅却说：“该感谢的人是你，你为我们争取到了足够的时间，你才是真正的英雄。”说的艾比心中暖暖的。小帅将车开回消防队，诚恳地对队长说：“我知道这行有多光荣，你开除我是对的，我很顽劣，但我明白失去的东西有多么珍贵。”队长被他的英勇行为与诚心打动，重新接纳了小帅。好了，今天宇哥的故事讲完了。喜欢这部剧的话，别忘点击订阅按钮，打开你们的更新提醒小铃铛，并在微信里搜索我的公众号“宇哥讲电影”这5个字，点击关注。本剧全集公众号内铁粉专区已全部更新完毕，欢迎大家订阅。喜欢宇哥的视频，请订阅关注，获取第一时间更新。对了，还有别忘记转发哟。